在美国找工作，如果你有一个 offer 在 San Francisco 15万，然后另外一个相似的工作在 Houston 10万的年薪，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如果你在乎的是实际上能够存多少钱，那你或许应该要接受 Houston 的那一个 offer 哦。欢迎来到 Embar Channel，我是 Lisa。美国地方大，生活费差距也大，相信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但这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你没有亲身体验，或许也只能从朋友口中听说，然后凭自己想象而已。所以有一个 Cost of Living Index 的概念，用量化的方式比较城市与城市之间费用上的差距。当你有选择，可以考虑到不同的城市去发展的时候，你可以比较3个最容易影响 Cost of Living Index 的因子，来估计你在哪一个城市，以公司给你的 offer，你会有多少可以实际支配的收入。影响 Cost of Living 最大的因子就是居住，不管是租屋还是买房，你一定都会有居住的开销。相信你知道加州的房子比德州的房子贵，但如果你去详细的做比较，那个差距真的是会吓倒你。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上 apartment.com， 用它的地图去找你想居住的地区，输入你对房子的要求，选3家作为你的 sample。以临近 San Francisco 的 San Jose 来讲，如果你想住 Japantown 附近的话，有门禁的社区，然后又有 in unit 的 washer dryer，一个 bedroom 1个月就要3000块钱，跑不掉。比较在 Houston Medical Center 附近的话呢，相同条件大约1200到1900，我们拿1500好了，是 San Jose 的一半哦。或是1年的租金就会相差18000了。长期来讲，你可能会买房，这时候你不但要比较房价，你还要比 property tax 哦。比房价，你可以上 Well.com 或 Redfin.com 或 Realtor.com 这一类的网站，去看符合你要求的房子要多少钱。那 property tax 的话，美国的 property tax 都是由县政府在课的，所以知道你想买房的县市，就可以查到他课 property tax 的准则。像 New Jersey 的 property tax 是高的闻名，它的 tax rate 大概在2.2%。以很平凡的 3-bedroom single family house 来讲，平均一间可能60万，那每年就要负担13200块钱的房屋税哦。也就是说，你每个月得存1100块钱来付这一笔税。我们一堆朋友在芝加哥，也是一个高 property tax 的地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付上万以上的房屋税。所以居住的开销会影响你的薪资，在开销后会剩下多少钱。所以很多人为了降低住宿的成本，会搬去比较远的 suburb。那你第2个会影响 cost of living 的因子就是你的交通费。交通费包括油价、通车费或过路费，还有 parking。油费呢，很容易上 gasprices.aaa.com 上面去比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州跟州之间的差距。过路费是指 highway tolls， 很多大都会都有 highway 是需要收费的，所以你需要知道从你住的地方到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需要走有 toll 的 highway， 那它的 toll 是如何计算的。你别小看这个开销哦，在华府地区 I-66 跟 I-495都是有 High Peak Dynamic Toll System 的，也就是说它的费用会以塞车的程度来调整。
上班的时段10公里的距离 ，Express Lane 的 toll 就可以高到30块钱。如果你不想付这个费用的话，你就是得慢慢的塞车，付出时间上的成本。还有，如果你的工作地点在市区，那公司又不提供停车场的话，你还得付停车费呢。以前我在芝加哥 downtown 上班的时候，这停车费很容易一天就要30元了。第三个影响 cost of living 的因子就是税。我们已经提过 property tax 了。除了 property tax， 你还要考虑有没有 state and local income tax。除了联邦政府会课 income tax 之外，有些州甚至于县市也课 income tax 哦。加州就因此而有名，在加州不止州政府课 income tax， 连县跟市都还课 income tax。还好大部分的地方只有州会课 income tax， 像 Illinois、Arizona 都只有 state income tax， 没有区域的 income tax。 有少数的州是连 income tax 都不课的，像德州、华盛顿州、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这些州都不课 state 的 income tax。 所以如果你换工作，或者甚至在同一个公司，但是换工作地点，从一个会课 income tax 的州搬到另外一个不课 income tax 的州的话，就算在薪水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支配的收入就自动的增加了。增加的部分就是少了地方政府课的所得税。Cost of Living Index 包括其他项目，但是住宿、交通费还有税是3大影响因子。有网站会提供全美各地城市跟城市之间的比较，像这一个 bankrate.com， 我会把网站跟连结放在这个 video 的 description 里面。我们就用这个网站来看我们的例子。有一个 offer 在 San Francisco 年薪15万，另一个相似工作的 offer 在 Houston 年薪10万。怎么用这个网站呢？我们假设在 Houston 赚10万块钱，要搬去 San Francisco， 如果要维持 Houston 10万年薪的相同生活品质的话，到 San Francisco 需要17万3的收入才能够维持相当的生活品质哦。15万算是比较少的哦。这样评估之后，你还觉得 San Francisco 的15万那个 offer 有比较好吗？当然，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有其他考量，像 San Francisco 的氛围、文化跟 Houston 是很不一样的。但如果你在乎的是实际上能够支配的收入的话，你一定要详细评估 cost of living。别像我一位同事，高高兴兴的告诉我的单位说他在华府找到一个比较高薪的工作，要搬去那边工作，离开我们的这个职位。3年后又回来问我们有没有缺，他想搬回来，因为华府的生活费实在是太高了。虽然 DC 的薪水比较高，但实际上能存下来的钱比德州较低的薪水少很多。所以光凭薪水是无法完全判断一个 offer 到底有没有比另外一个 offer 好。当你考虑工作地点的 cost of living 进去之后，才能够评估哪一个可以给你比较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希望今天谈的对你有帮助，欢迎你在留言中分享你的经验，请订阅给个赞，谢谢哦。